Perfect Day at Coco Cay 或者叫 Coco Key 是皇家加勒比邮輪公司在加勒比海的專屬島嶼。加勒比海這邊很常見的就是各大郵輪公司都有自己的專屬島嶼，所以各家郵輪在走加勒比航線的時候，都會帶乘客到自己的專屬島嶼停留1天。幾乎可以說島上就是沒有島民的，整座島嶼就是為了接待每天的郵輪乘客而建設的。很多人第一次來 Coco Cay 的時候還沒有下船，就已經開始預定購買水上樂園 Beach Club、Cabana 等各種付費項目。但是今天我們要一個付費項目都不買，就只玩船票已經包含的免費海灘、免費泳池、免費兒童水上區，再把3家免費餐廳全部比較一遍，主打一個挑戰，在 Coco Cay 島上不額外花1塊錢，到底能不能從早玩到下午？換句話說，只要路線安排得好，不買水上樂園，也完全可以擁有1整天的海島度假體驗。影片最後我也會告訴大家哪些付費項目值得考慮，哪些第一次來完全可以先跳過，以及最容易讓新手遊客不小心花錢的幾個地方。剛剛吃完早餐，順便在食物樓拿了毛巾，然後在島上可以換乾的，還把我的東西都整理了一下，主要是一些防曬的東西，像防曬霜啊之類的，然後就可以出發去島上啦。要帶卡，刷一下卡就下來了。下來之後要走過2艘大郵輪中間，有種在城市裡高樓大廈的感覺，一眼望上去超級高的。大家普遍的裝束都是把泳衣都穿好了，然後外面罩件衣服就可以了。因為這個島上全部都是郵輪下來玩的人，然後到處都是沙灘，所以主打就是陽光沙灘比基尼。穿過碼頭，我們就可以開始上島遊玩了。整個小島從踏上的那一刻，其實路線非常清晰。最簡單的記法就是地圖左邊基本都是免費的區域，所以上島後沒有地圖都可以走，就記住方向就是往左走，很快就能看到通往 Chill Island 的牌子了。我們今天的第一站就是 Chill Island， 從 Arrivals Plaza 走過來大約需要幾分鐘。沿途的指示非常清楚。Chill Island 給人的第一感覺就是比較接近大家想象中的加勒比海度假，白色沙灘、藍綠色海水、成排的遮陽傘，還有停在不遠處的巨大郵輪。這邊沙灘上還有一些商店，主要是販賣沙灘防曬物品、度假的裙子、衣服、泳衣和紀念品。我建議大家下船後先來這裡，主要有2個原因。第一，早上的陽光通常比較舒服，沙灘上的人也相對沒那麼集中，更容易看到乾淨的海景和郵輪背景。第二，這裡很適合作為你對 Coco Cay 的第一印象，剛下船就直接看到藍色海水，比一開始先去泳池或者餐廳更有終於來到加勒比的感覺。早上吃早餐的時候，我順便裝了一大壺的冰塊，終於派上用場了。超熱的這邊，這個保溫水壺非常有作用。Chill Island 的普通沙灘區域，沙灘椅和遮陽傘都是免費的，但是大家要注意，旁邊的 Cabana Day Bed 以及浮潛裝備、漂浮墊等租賃項目就是收費的了。判斷方式很簡單，普通藍色躺椅通常可以直接使用。如果看到有編號圍起來的區域，專人登記或者寫着 Cabana Day Bed Reserved，就不要直接坐進去。官方對這裡的描述是擁有清澈海水和細軟沙灘的經典海灘體驗，還是很準確的。如果你是情侶、夫妻或者帶着父母旅行，我覺得 Chill Island 會比熱鬧的泳池更適合作為第一站。你可以先找一張免費的椅子放東西，然後下水拍照，或者什麼都不做，就坐在海邊看看郵輪、看看大海，都很輕鬆。這裡也提醒大家，海水看起來很平靜，但並不代表完全沒有水流。不會游泳的人不要因為水淺就走得太遠。還有島上最好也不要攜帶貴重物品，但如果有需要，這裡也有免費的儲物櫃可以使用。今天的第二站是 Harbor Beach， 每一站相隔其實就走路幾分鐘，很近的。
Harbor Beach 和剛才的 Chill Island 有一個很明顯的區別，就是 Chill Island 面向的是開放海面，這邊雖然也是海水，但整體看起來更像是一個被陸地保護起來的小型瀉湖。這裡的水面通常顯得更加平緩，官方把這裡定位成適合年幼孩子和家庭的區域。沙灘以遮陽傘和海灘本身同樣不需要另外付費。如果同行的人不太喜歡海浪，或者只想在淺水邊泡一泡腳， Harbor Beach 會比剛剛的開放海灘更適合。Harbor Beach 的位置也非常方便，距離 Arrivals Plaza 兒童水上區都不遠。如果你帶的是年紀比較小的孩子，我建議可以把 Harbor Beach 和後面的一些兒童水上樂園區安排在一起，先在沙灘上玩水，再去兒童水上設施，走路距離不會太遠。總的來說，就是這邊的海景沒有剛剛那邊那麼開闊，但因為風平浪靜，所以家庭友好度更高，適合帶孩子。位置比較靠近中心，所以方便度也很高。第3站是 CocoCay 最有代表性的免費設施之一，就是 Oasis Lagoon。這裡是加勒比地區規模最大的淡水泳池。這個泳池不是規規矩矩的長方形，而是由不同灣區區域、小島和休息空間組成，所以從不同方向看，感覺都不太一樣。最重要的是，周圍有很多免費的普通躺椅和遮陽傘，也有儲物櫃、淋浴和毛巾更換設施。泳池中間有個賣酒的吧台，和島上其他賣酒的地方都一樣，酒都不是免費的，但是如果已經購買了郵輪的酒精飲料套餐的話，就可以使用，不然就要另外付費。這裡和 Chill Island 的體驗完全不同， Chill Island 是天然海水、沙灘和郵輪景色， Oasis Lagoon 則是比較熱鬧、方便、人工規劃完整的度假村體驗。玩了一個上午，現在來到大家最關心的環節 ，CocoCay 的免費午餐到底怎麼樣？島上主要有3種免費餐飲選擇，有2個是自助餐，就是 Chill Grill 和 Skipper's Grill， 以及3個共有3個地點的 Snack Shack 是點餐的。我們先從第一家這個 Chill Grill 開始。Chill Grill 位於 Chill Island 附近，是島上規模比較大的免費餐飲區域。這裡有比較多的遮陰座位，餐食類型也比較完整。常見的包括漢堡、三明治、現選配料的 taco、沙拉、薯條、水果和甜點。具體菜單會調整，所以還是以當天現場為準。這裡最大的特點就是選擇多，座位多。第2家是 Skipper's Grill。Skipper's Grill 靠近 Harbor Beach。我就是在這邊吃的午餐，最大的特色就是位置方便，而且有面向 Harbor Lagoon 的景觀。這裡同樣提供免費的自助餐，包括燒烤類食物、漢堡、三明治、taco、沙拉、水果、甜點。從食物類型來說， Skipper's Grill 和 Chill Grill 有不少重疊，所以沒有必要為了免費而在2家都吃。2家餐廳的位置也很近，所以看哪邊比較近，或者哪邊當下人少一點，就可以進去吃了。這邊大家也都很隨意，沒有 dress code， 穿着比基尼或者光着腳都沒人在意。午餐時間，這個島上還是有挺多免費可以吃的，雖然據說那個 Coco Beach Club 那邊有龍蝦，但是這邊也是很多夠吃的了。比如說他們還有一些古巴三明治之類的，主要就是漢堡和三明治 burgers。 好吃嗎？還可以啊，它的優点是可以只拿肉和 cheese， 不夾麵包。拿了一個古巴三明治，然後那邊有一個 taco 的台子，但是我沒有拿皮，拿了一些牛肉和雞肉 ，guacamole sour cream， 然後是 barbecue 的一個雞腿。那除了這2家，還有第3個免費選擇，就是 Snack Shack。Snack Shack 在島上有3個地點，分別方便不同區域的遊客。和前面2家相比，它更像是一個快速點餐的小吃站。這裡常見的餐食包括漢堡、熱狗、
沙拉薯條、炸芝士條，以及很多人專門來吃的炸雞三明治。因為我吃一家就飽了，所以就沒有再吃這裡的快餐小吃了。如果你不想花太多時間吃飯，只想快點拿個漢堡或者炸雞三明治繼續玩 ，Snack Shack 就很方便了。飲料方面要再次提醒，普通飲用水和部分基礎果汁可以免費取得，但汽水、雞尾酒和酒精飲料通常另外收費，除非你的郵輪飲料套餐可以覆蓋。島上餐飲實際營業時間會根據郵輪抵達和離開的時間調整，所以不要拖到快回船時才來找午餐。如果是那樣子的話，直接回船上吃就可以啦。吃完午餐，我們就可以前進第5站，就是 South Beach。Chill Island 更像是安靜的看海、拍照和放鬆 ，South Beach 則更適合朋友同行、喜歡運動或者想找更有活動感的遊客。這裡的普通海灘、沙灘椅和遮陽傘同樣不需要另外付費，排球、籃球、足球和乒乓球等運動設施也是免費體驗的。如果你和朋友一起旅行，可以打一場沙灘排球，不想運動也可以直接找椅子躺下來。South Beach 附近有 Snack Shack， 所以不需要為了拿一點食物走回島嶼中心。如果從島嶼中心一路走到這裡已經有點累了，可以免費使用島上的接駁車。島上的電車全天運行，並停靠 South Beach、Oasis Lagoon 和 Chill Island 一帶，一般大約每15分鐘一班，但實際情況還是以當天現場安排為準。走路的話，其實我覺得也挺快的，可以散散步，只要你時間不緊張。海面上的 floating bar 很特別，同樣酒精飲料還是不屬於普通的免費項目。我後面就是全島最豪華的設施之一 Floating Cabana， 你想吃什麼，服務人員都能幫你帶過來。Cabana 上還有滑滑梯，可以滑到海裡，它是模仿馬爾代夫和 Bora Bora 的風格。但是只要你到 South Beach 這邊，其實你們共享的是一片海，1分錢還不用花。這一個 Cabana 的價錢是2599，最多可以容納8個人。這個付費項目真的挺貴的，那我再來快速介紹一下島上其他的付費項目。第一個是 Thrill Water Park， 裡面有大型的滑水道、波浪池，就是水樂園那些的基本設施，比較適合很喜歡水上樂園、願意把一天中較多時間留在這裡的人。我是完全沒有考慮，因為我經常都在 Orlando 玩水樂園，但是它這個園比起來還是面積比較小，價格卻高很多倍。第二個是 Coco Beach Club， 它比較偏向安靜精緻的度假體驗，包含專屬海灘、無邊際泳池和升級版餐飲。它不是單純花錢買一張躺椅，而是購買相對獨立的一個高級區域算是。第三個是 Hideaway Beach， 這個是面向成年人收費的海灘區域，主打音樂、泳池、成人度假氣氛。目前進入的年齡要求是在18歲以上。另外還有 Zipline 觀景氣球、Jet Ski 水上活動、浮潛裝備、漂浮墊、Day Bed 以及不同位置的 Cabana， 這些都是另外付費的。最後，在我回去之前，再介紹一個區域，就是帶孩子的家庭最關心的區域——免費的兒童水上區。這裡有 Splashaway Bay 和 Captain Jill's Galleon。
這2個兒童水上設施都包含在免費 CocoCay 體驗中，所以不需要為了小孩玩水馬上去購買 Water Park 門票。快4點了，也玩累了，打算回郵輪了。回去還要洗一洗，好像也是一直在休息，也沒幹啥。所以 CocoCay 不額外花錢，到底能不能玩一整天？我的答案是完全可以，而且第一次來，免費部分已經足夠豐富了。如果你追求的是大型滑水道、高級無邊際泳池、成人派對區域和私人空間，那麼付費升級會有價值。但如果你只是想看加勒比海、泡泳池、吃午餐、帶小孩玩水，再找一張椅子曬太陽，船票包含的免費項目已經可以非常完整的組成一天了。你最想去今天的哪一站？歡迎在評論區告訴我。如果覺得這支影片有點幫助的話，記得幫我點讚、收藏、訂閱、開啟小鈴鐺。下一期影片我們會繼續分享郵輪攻略。